问大家2个问题：世界上最长的电影是哪一部？如果动画大师金敏的《千年女优》要翻拍成真人版映画，大家觉得谁敢接受？欢迎来到 ThinkBiz， 我是儿童。了解金敏和看过这部动画电影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从跨越时代到蒙太奇转场，从儿女情长到深沉情感，最后到那种极致的人类孤寂感，如果真的翻拍，难度系数应该属于地狱级别。但真正难的不是技术，不是转场，不是复刻金敏式的蒙太奇，真正难的是你能不能拍出那种属于电影黄金时代的余温，拍出女主角Kyoko穿过大正、昭和、平成半个世纪之后，回望自己来时的人生路，那种既灿烂又荒芜的感觉。在我的印象认知里，只有一家影业公司和一位日本电影大师纪世和也做得到。这2位把昭和时期日本人几十年的情感、婚姻、离别、乡愁和时代记忆都慢慢压进了胶片里。这家影业公司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公司之一。而这位电影大师也已经到了94岁的高龄，还在一线给演员讲戏，同时他还打造了一个整整50部电影的系列宇宙。你没有听错，是50部，被吉尼斯认定为由同一演员主演的最长电影宇宙。那他们到底是谁？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昭和最神奇的映画商业世界。这一期是昭和系列的最后一集。昭和系列自播放以来受到了不少粉丝的喜欢和支持，从纸醉金迷到动漫天皇，从复古科技到大佬幕后。作为收尾这一期，大家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影像宇宙，而这个庞大宇宙和每一位当时昭和普通人的生活又息息相关。如果说昭和是一场漫长的梦，那接下来讲的就是帮普通人把梦留住的人。说起日本最知名的映画电影公司，大家一定会想起东宝，但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他。1932年，小林一三创建了东京宝冢剧场株式会社，这就是东宝的起点。随后把几家公司吸收进去，成立了东宝映画。后来又进一步整合，正式改名为东宝株式会社，形成了电影制作、发行、演出一体化的经营结构。这个结构很关键，因为它开始制造东宝明星和东宝类型片。昭和时期出现了黑泽明大师的七武士，中产娱乐这边有森繁久弥带起来的社长系列和后来的骆大将系列，还有大家所熟知的三浦友和、三口百惠、酒井和歌子、折口静子一系列东宝自家明星。所以能在日本和东宝所抗衡的就是他的百年宿命对手。松竹。讲起松竹，很多人估计不太了解。松竹最早诞生在1895年，它比东宝更加古老，甚至比好莱坞古典8大影业公司都还要早。像1912年的环球、派拉蒙，1923年的华纳，还有1913年李明伟创建的华美公司都要早一点。但松竹一开始最核心的基因并不是纯电影，它更像老牌综合娱乐加剧场资本的综合体，是剧场加歌舞伎加电影制作加发行放映一整套完整的商业机制。创始人大谷竹次郎先在京都开始做新航，然后和白井松次郎一起用了2个人名字当中的松和竹创建了公司。那什么是新航？在日本娱乐产业语境里，把演出、电影、戏剧活动办起来并拿出去卖票赚钱的生意就叫新航。它不完全是指创作内容，它是指一整套运营和商业化的动作。到了昭和时期的松竹，并不是靠怪兽、英雄或者侠客去横扫市场。松竹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把日本当时的家庭、恋爱、日常、哀愁、温情做成日本工业里面最稳定、最持久的一套工业产品。和东宝、东映相比，松竹昭和前半段像在经营某种风格，这套风格后来被总结成为叫大船调。什么是大船调？是松竹的摄影所从莆田搬到了神奈川大船以后，是日本电影对松竹大船摄影所一系列作品的叫法。它不是某一部片子，它是一整套片场美学，就是都会家庭剧、恋爱通俗剧、文艺改编、细腻的文艺片。简单来说，大船调是带点眼泪的温情片。他常拍普通人的身边事儿，尤其是家庭、婚姻、恋爱、亲子、日常伦理这些题材，整体气质不是阴冷尖锐的，是现实里带点温度，悲伤里带点希望。松竹自己对这条传统概括就是要直视人间真实，但要以温暖带希望的明朗感去看待人生。他要让观众看完以后觉得明明很苦，却还是要笑着活下去。这个精神其实就是从莆田调一路传下来的。所以松竹在昭和时代就是温情和工艺的总装工厂。おやすみ。
果说东宝有明星工业感，而松竹就长期被称为女优帝国，这也是松竹官方自己在回顾时反复说的，说自己特别会打造女明星，也特别会拍那种围绕女性、家庭、婚姻、时代变化所展开的电影。这就是为什么在视频开头说动画大师精明的千年女优只有松竹拍得了。2026年上映了一部由木村拓哉主演的日本电影《东京计程车》。お客さん、行き先は？お伝えしたと思うけど、運転手さんの初恋はどんなだったの？该片改编是法国电影《巴黎计程车》，电影讲述了木村拓哉所饰演的计程车司机浩二和一位老奶奶乘客的温情故事。但在电影中饰演老奶奶的这位女演员可不是一般人，她就是松竹昭和时期红极一时的最强平民女优倍赏千惠子。倍赏千惠子在昭和所有女明星当中是最特别的存在，她不是50年代恋爱片黄金时代的核心，但是她把松竹一路带进了60年代、70年代，直到80年代的国民脸。她一直在电影里塑造温婉坚韧的日本传统平民女性形象而闻名，被誉为平民影后。倍赏千惠子1960年毕业于松竹音乐舞蹈学院，次年开启了电影生涯。她主演了《夏天的太阳》，这是和导演山田洋次首次合作，也开启了这两人此后长达数十年的黄金搭档关系。最经典的就是《男人真命苦》，也叫银次郎的故事系列里妹妹樱花的角色。欧美青的哥哥被银次郎和倍赏千惠子的妹妹樱花几乎成了日本国民电影的代名词。倍赏千惠子后来也一直被松竹作为自家代表女优来回顾。关于这个系列宇宙，我们等会儿重点会讲。然后千惠子和高仓健一起主演了《远山的呼唤》，同时千惠子还在吉卜力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里同时为少女时期和老年时期的女主角苏菲配音，并演唱了主题曲《世界的盟约》。私を助けてくれたの。それでお姉ちゃん心を取られちゃったってわけ？これでお城なの？誰？哇！然后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松竹的女优王国。首先是岸惠子，1951年进入松竹以后，1953年她靠《你的名字也叫请问芳名》这部电影大爆，电影3部曲是日本影史上的奇迹，连续2年统治日本票房榜。即便在1954年面对黑泽明的《七武士》第3部依然拿下了当年的票房冠军。当时电影拍摄的时候正好是冬天严寒，岸惠子用披肩围住头部的造型引发了全日本女性的模仿，被称为真知子卷。岸惠子直接成为松竹看板女星之一，她身上有松竹那种都市知性哀愁爱情的味道，电影里那种想见却见不到的虐心桥段定义了当时纯爱电影的风格，后来也影响了新海诚在内很多日本影视和动漫创作者，这在昭和时代被称为错位文学。还有岩下智马，松竹60年代最具有辨识度的女演员之一，偏正统文艺大作风格，具有古典美和冷感气质。1963年版本的电影《古都》里，她一人分饰2角。后来1980版本的电影《古都》是三口百惠的吸引之作。岩下智马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评价最高的大河剧里，德川葵三代饰演德川秀忠的夫人。好，我们回到松竹的电影工业，你的名字3部曲大爆之后，刷新了当时日本电影的票房记录。更重要的是，这个记录不是孤立的票房成功，是直接改变了松竹后续几十年的企划方向。大船调成了日本通俗爱情片的代名词。1969年，松竹靠《男人真命苦》又名《银次郎的故事》打开了另一条国民娱乐长线。这个系列被吉尼斯认定为由同一演员主演的最长电影宇宙。到了2024年，松竹官方把这套系列定义为观影人数超过1亿的国民系列，这个数字已经不是卖座片了，它是世代级的消费品。而这一切的背后，我们都要提到一个日本国宝级的电影导演山田洋次老爷子。他以温暖的人文关怀和对平民生活的细腻刻画闻名，今年已经94岁高龄，还坚持在工作一线。山田洋次导演在1954年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了松竹当助理导演，1961年导演出道。他的代表作从早期的《好色之徒》、《故乡》、《幸福的黄手帕》到后来的《家族之苦》、《银次郎的故事》，每一部都是国民爆款。如果把山田洋次的宇宙往前推，你会发现银次郎系列根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因为山田导演在拍普通人的迁徙、劳动、家庭、时代压力，他的底层不是搞笑，是对昭和时期普通日本人的长期追踪。这套模式在松竹内部其实被反复训练成了人情喜剧加小人物加群像加社会观察的方法论，变成了日本最奶牌最国民的一套电影宇宙。
这也是为什么银次郎不像很多长寿系列那样越拍越失控或者越拍越糟，反而每一部受到观众的喜爱。它不是单纯靠角色 IP 硬撑，是一直有同一个创作大师在不断的调节喜剧、乡愁、失败感和人情味的比例。银次郎的故事最早不是电影，是1968年诞生的电视系列。1968年10月到1969年3月播出了共26集，结果山田导演把银次郎给写死了，导致全国观众大抗议。山田洋次这才亲自推动了电影化。全系列总共50部电影，1969年第一部上映，国民级系列正式开始。换句话说，这不是先有的商业规划后有角色，是先有角色生命力后有工业体系去承接。这个宇宙最厉害的地方是靠葛饰柴又老家加第十天参道加流浪旅行加每一集都有一位让银次郎倾心喜欢的女主角这套公式。什么意思？就是住在柴又地区阿银的叔叔一家是固定的基地，银次郎负责每一集都要闯入这里或者离开这里，然后在旅途中引入新的地方风土人情。还有最关键，每集的女主角倍赏千惠子饰演的银次郎的妹妹樱花，她是全系列的情感支柱。无论银次郎在外面失恋多少次，只要回到葛饰柴又，樱花永远在团子店等着他。然后第9集的吉永小百合，她饰演小说家的女儿鸽子，和银次郎在金泽重逢的画面极具美感，展现了山田洋次在镜头下日本女性的那种柔美感。第10集的八千草薰，第32集的竹下景子和第27集的松坂庆子，她饰演了大阪谋生的艺妓阿文。松坂庆子把那种关西女性的开朗和身处底层的生活无奈演得丝丝入扣，这一集也是当时公认的佳作。然后1969年出了2部电影，1970年3部，1971年又是3部，1972年又是3部。从官方片单就能看出，银次郎不是一部卖座片，它是一整条能持续生产的国民系列。1986年到1995年这10年，系列从37座走到了第48座，产量比巅峰时期稍慢，但仍然非常稳定。到了1983年被吉尼斯认定最长电影系列的时候，全系列观影人次已经接近1个亿。这一阶段的意义不是继续出新片，是银次郎系列已经从一部部电影变成了日本昭和时期大众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1997年的第49座银次郎特别篇是主角欧千美在去世1年后制作的，它更像一次把旧时代的银次郎重新点亮了纪念性作品。2019年最后一部是50周年纪念，把当下人物的新故事和 4K 修复后的老系列影像结合了起来，不是简单重拍，是把银次郎作为记忆、情感和时代遗产重新放回了荧幕。银次郎天然具备松竹的宇宙属性，因为它既有连续叙事的熟人关系，又能不断引入新地点、新女演员、新的社会问题。从商业上看，这是极强的低认知成本和高复购模型；从文化上看，它又变成了昭和到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情感年鉴。所以到最后，东宝给了昭和时代最耀眼的明星、最宏大的特摄、最有工业感的荧幕奇观，而松竹留下来的是柴又街头一碗团子，是樱花站在门口等着哥哥回家，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喜欢，没有结果的错过，还有普通人咬着牙把日子继续过下去的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松竹明明拍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却能拍出一种更深的东西。因为怪兽会老去，英雄会退场，票房记录也会被新的作品打破，但普通人的孤独、遗憾、体面，还有那种明明很苦却还要笑着活下去的韧性是不会过时的。而这恰恰是千年女优和山田洋次宇宙最深的连接点。他们拍的从来都不是情感，是时代，不只是电影，是人在时间前面如何带着执念和温柔继续往前走。所以如果有一天千年女优真的要被翻拍成真人版，真正难的不是技术，不是转场，也不是复刻精美的蒙太奇，真正难的你能不能拍出那种属于日本电影黄金时代的余温，拍出一个女人穿过半个世纪之后回头看自己人生是那种灿烂又荒凉的感觉。而在我心里最接近这个答案的依然是松竹，因为它不只是一个片场，它更像一台把日本人几十年的情感、婚姻、离别、乡愁和时代记忆全部压了进去。东宝是昭和和荧幕上最亮的那束光，而松竹是那束光照不到的地方，依然有人在生活。这可能就是他作为东宝宿命对手最厉害的地方。他不一定永远热闹，不一定永远锋利，但他最懂一件事儿，电影到最后拍的不是传奇，是人。如果说昭和是一场漫长的梦，那松竹就是那个一直在帮普通人把梦留住的人。我是鄂童，如果你喜欢这一期昭和系列的最后一集，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